来吧，新玩具01 Studio 的大力神第一款成员脱斗，目前嘛还是一个样板阶段的东西啊，可能有一些地方的细节还得修改，我们也是来看一下这一款的变形结构如何吧。那这一套的卖点也是巨大的50公分合体金刚，但每一个单体都是真零件完全一体变形出来的，所以这个脱斗的尺寸会非常的大。目前这个人形到头顶在29公分左右。再加上脱斗的这个双开门造型，宽阔的肩膀放在那里，单体成员看起来已经是相当巨大的尺寸了。头雕的造型和记忆动画有很多相似的元素，眼睛是电镀出来的红色，整个的银漆脑袋。脖子这个地方是一段大的球形关节，肩膀上方的位置这些花纹的细节雕刻，胸甲的位置这一块是大力神合体的裙甲。其实这一套跟之前机械入侵的那个有一些相似之处啊。背包的造型不算厚，叠起来的片片也是大力神的胸甲。肩膀位置这个地方是一个大型的轴关，而且听这个声音是那种耐磨的材料。胳膊侧举的话，要把这个双关节往上提一下。才能举得很高。胳膊二头肌360度旋转，手肘的位置是齿轮关节，可以折到90度。当然，你想要再往上呢，可以用到这个变形的关节。手腕360度旋转，全指可动手。打开裙甲，腰部的旋转齿轮关节在下半排，因为上边这里和背包是进行锁定的。弯腰的时候要往下拉这根轴，脱开中间的一个连杆的位置，里边有折动的关节，可以稍微的前后活动，甚至左右的歪腰。这里边是个关节轴，并不是球形。胯部这里设计了下拖的双关节，脱下来之后，齿轮关节前踢的幅度还是挺大的。后踢90度，支撑性也没问题。侧踢90度，这里也是齿轮关节，大腿根部左右有一定的旋转幅度。膝盖这里两段齿轮关节折动135度，整脚的左右接地，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紧的轴拉出来，前脚尖这里可以活动。那我们也是进入这款巨大脱斗的变形过程。首先第一步，把枪给它撅了，中间的插扣，拳头这里。先把前后的盖子打开，翻转180度，整个的收纳起来。接着顺着这个双段的齿轮关节把它对折插起来，中间有结合的扣点，在手腕前方的凹槽处把这里定位结合。打开背包的后盖，下方这里的一个插槽，还有前方这里的2个插槽，整个的掀起来。中间还有一个连杆带有滑道的伸缩，把它拉长，甩到前面去。后方这里这块肩膀下方有2个插着的扣子，我们把这里揪开，再通过下方的90度关节翘起来。脑袋顺过来之后，整个打开脑壳，横转一个90度。尽量缩到一个最窄的幅度吧，然后肩膀的位置顺着这里的双关节往上搓动，搓90度摆正之后，把这关节放到凹槽里面去，再对折下来，下方这里的卡扣进行连接，然后顺着这里边有一个转轴，我们把脑袋旋转到这一侧来，根部的这一块双段的关节稍微的贴一贴。这种大玩具的空间容错率还是很多的，差不多放在这儿就行。另外的一边我们也把它卷动摆上来，夹住，注意中间扣子的位置，然后翻到底盘来看中间脖子位置的滑杆，我们往上推一下，让这个轴尽量的往下贴，脖子往上停靠。前面的这块胸板打开紫色的盖子，90度折出来。接着我们要根据这个滑道缩到中间带有凹槽的位置，这个孔位就可以旋转180度了。然后滑道缩下去，整个把这个车头的盖子扣上，上方这里紫色的扣子再结合插住。车底下这2片绿色的盖子，挪开这一块小三角区，折出来这个插孔，对应黑色底盘的位置进行连接，把它扣住。然后来看腿部的变形，我们先把这一块的双关节给它拉松，后边的这一段轮子180度翻折出来，接着打开黑色这一块锁着的扣子，
把它扣起来，往内折叠180度收纳。小腿内侧的这块盖板往外抠，90度展开，里边这2片轮子从里边掏出来。注意后边这个黑色的杆下方这里有一个插扣锁着的地方，打松掉。然后把这个黑杆子折进去，上方的这一块折进去，下方的这一块呢也折进去，腾出来里边所有的空间。外侧的这一条轮子对折展开，旋转一下。侧面这里有2个搭扣，一处是燕尾插槽带逗点，另外的一侧是这个横向的扣子。我们把它立起来，滑道往下缩，然后把这2个边缘都扣上。夹合好，这一块腿侧面的板子有一个滑道，我们往上推一下。接着脚踝顺着这个关节扭过来，贴住。前方的这一片整个的打开，根部这里是一个双关节，拉到头。里边的这一片打出来，中间的这一片泡旋转180度。准备工作，一条腿先变成这样。接着在腰部侧面这里有一个黑色的扣子，我们把它旋转出来，这个地方最后是固定轮子的。2条腿全部变完的时候，不要结合在一起，要一条腿一条腿的合啊，因为中间这一块的裙甲会卡着。先把第1段关节齿轮的位置旋转一个90度，再通过下方的这一段拧过来。黑色的位置和中间的凹槽这里有一个定位的关系，把它扣上。接着绿色的这一块脚后跟这儿有一个大的插槽，把这里再钉上。中间的这一对轮子，刚才我们翻起的这个黑色的桩子就可以把它结合插住。好的，两面全部扣合好之后，这个时候再结合中间这里所有的扣子，把它夹紧。刚才翻出来的这2块带有透明零件的面板，嵌在挡肉的位置，把这个关节遮起来，脚尖往内收。折起来，刚才翻过来的这个泡呢，下方这里会出现一个扣子，定位在脚尖，把这里锁上。所以呢，根部的这一段轴一定要推到底，挪一挪，按扣锁上。最后检查一下后边的斗有没有提升起来。那这款巨大拖斗的车型我们就变形完成了。整体来说啊，这个造型还是比较科幻的。变形完成，车型的长度在22公分，宽度11.5公分左右，扁宽的一个车型。轮毂全部使用了电镀的效果，外边这一圈全部都是橡胶的轮胎。如果变形到位的话，推车滚动8个轮子的接地效果还是可以的，而且整体拿起来还挺重的。而且我一开始还觉得这一款特别像《流浪地球》里边的那个运火种车，后边这里的斗吧，说起来只有这么一点点。所以这么浅的一个马槽，你指望它能装点什么东西，估计也够呛了。上边这里还做了2个小炮，可以来回的活动。车型变形完成的一体性还是很不错的，整体来说锁的每一个扣子都很结实。底盘这里，这样的效果。那我们也是把它变成合体的形态吧。首先第一步也是把下方轮子这个部位的扣子拆开，然后把这个黑轴折叠缩回去。车顶的这2块面板打开，掀开这个下方的卡扣，然后侧面这里的钩子脱开这一块咬着的地方，双腿中间的扣子拆松，也是一条腿一条腿的先解放。记得这一块挡膝盖的面板先打开一些吧。好，到了这个位置的腿部变形有点不太一样，我们需要把这一块的扣子先打开，然后滑道把这块拉伸出来，接着翻出来这根黑色的桩子，脚踝这里先挪开一些，往下翻折，再对折180度，反着把这一块锁上去。轮子裹在了外侧啊，这个时候脚尖往反方向的旋转，后脚跟的轮子收起来，我们把它变成人形的脚型。好，现在这个样子，这一块炮旋转180度，我们把它再折到底，
这里边是个双关节，根部的轴还挺紧的。双腿全部搞定之后，我们把所有的裙甲都翻开，然后顺着腰部的这个关节旋转个180度，拧过来。这个时候就把两条腿全部的折叠团起来，要从膝盖的这一段关节去折叠180度，而不是两个关节的90度啊，这里要注意，把它完全的堆平，这样大腿收纳在小腿里边。这个时候中间的扣子再结合锁上，然后再把这两个挡关节的盖子扣下来。好，现在所有的东西全部结合插住，这一块会最后变成合体大力神的背包部分。这又说起来，G1大力神的元素啊，其实背后是有一个脱斗的双腿变成的马槽部分放在背后当背包的。这个也是用双腿叠在后方，那不用管它了。其实合体跟它的双腿是没有关系的。来玩上半身，我们抠开这一块两个结合的位点，先把这两个小三角放进去，这一块再折叠90度放下来，搁这儿备用。顶盖位置合体的紫色胸甲，我们把它抠起来，整个把这一圈拉松。哎，这个时候把胳膊从里边先旋转出来，腾出来空间。我们现在先要把大胯变出来，在这个位置里边锁着一个扣子，打松，这一块打松，里边这儿还有两个合金的锁杆，翻折出来，裙甲全部张开，这里边每一个面上边都锁着锁扣，把这里全部解锁开，包括中间的这一根，然后旋转180度。下方这里还有两个小板子，记得90度给它抠出来，打平。好，现在顺着腰部这里有两个无损的咬扣，把它脱开。那现在呈现出来，其实就是这个脱斗的设计逻辑了。背包大力神的胸板用杆子连在一起，和头部连接，身体的部位。上半身连同胳膊，这个是合体大力神的胯部；双腿是大力神的背包，然后也是通过中间的杆子连接。整个打开以后呢，我们解锁开了胯部紫色的大腿零件，通过这里的双关节倒腾一个90度对合。结合之前呢，中间这里有很多的锁位钩子，我们把这里两个锁上。前方再往起翻两个钩子，锁上。先用这4个钩子结合，前裙甲再往下折，又有4个扣点。这里的双关节搓到底，侧面的两个绿色的小板子插进去，哎，把裆锁起来。这回裙甲侧面这里就没有什么结合的卡扣了。后边的这片裙甲也是双关节折起来，这里边又4个扣子，所以呢，一共12个扣子把这个裆部结合起来。接着中间的这一片，我们要把这儿横转一个90度，中间的扣子夹合起来，这块稍微的先往外翻一点点，胳膊这里的变形，打开这一块的关节，然后带有轮子的这一片双关节一个磨盘搓动。把它搓出来，旋转180度，胳膊反着扣一下，这个地方还有锁定的位置。再用这一块肩膀的双段磨盘旋转，往后搓，哎，这块很紧啊，搓出来。接着上边这块肩膀的绿色面板对折。对折过来以后，中间这里有2个锁扣的位置，黑色的杆子我们先挪开吧，哎，折过来锁住，黑色的轴就压到了这个凹槽的位置，然后打开小臂这一块的遮盖板，通过中间的凹槽。把黑色和绿色的零件用这个合金的锁柱子锁在一起。这个时候脖子中间的这根连杆我们要倒腾一下方向，
把它斜着稍微往前对齐，然后这一根整个的拉出来，根部这里有一个卡槽和绿色的零件进行结合，把这一块锁住。所以看一下里边的这个轴的走向是这个样子的。然后注意，在这一块的绿色边缘还有2个插扣，90度往起提的时候，把它扣合在一起。好，检查一下上半身这些位置锁定，基本上全部到位的时候，侧面这里的2个绿色的零件往下放，斜着又有一个插扣，在腰部这里再进行一次锁定，进行加固之后，也让这个胸腰部的这一块变成了一种斜着的丰腰造型。背包这根杆子连接的时候啊，注意这儿有一个双段的关节，我们把这个方槽折叠压进去，然后侧裙甲这里有一个扣子，通过里边的黑色零件夹合，把这个地方锁上。最好是抱在怀里，好好检查一下两侧的扣子都对夹住没有。夹住以后，这个背包就锁好了，不会掉下来。最后一步也是翻转这个胸板，把这扣子记得钉死了，90度立起来。这根部有一个三角区，往下先掰一下，再往长拉。注意根部有一个小的搭边点啊，不要拉脱了。然后下方这里再一个双关节提起来，根部这2片黑色的零件180度旋转贴好。那么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款拖斗的合体形态。整个的腰腹部造型来说，我觉得还是不错的，而且腰部这一块环环相扣的锁扣锁的会非常的稳固。组合的时候，搅拌机和铲土机应该是大腿这儿还有一节啊，直接一个滑扣滑进去。上半身的吊钩组合应该是通过这2块的滑扣滑下去，背包这里再进行结合的锁边锁定，前面的胸甲再扣合挂上来。两面包夹之式，双腿部位变形的背包，目前这个地方还是挺重的，看看组合以后的支撑力度如何。最后也是说一下这套整体把玩下来的感受吧。整体的变形精准度啦、模具的尺寸这些是没有问题了，扣子都对得很准。如果你变形到位的话，那些扣子都会在那里等着你。其实我一开始还会以为这款的变形会很复杂，但是没想到玩完了之后，不论是车型还是最终的合体形态，切换起来倒是比较方便的。合体形态这一块腰部做的设计很聪明，环环相扣的锁定，锁下来的感觉很棒，而且胸甲的这一块延展开的造型也不错。我个人还是挺喜欢这个科幻的载具形态，车型不错。人形看起来似乎有一点憨憨的，倒是我现在最担心的是，它可能是为了兼顾完全一体变形合体，所以这个拖斗的个头看起来会很大，29公分的尺寸，到时候6个人的小队摆在一起，可能拖斗个头也是最高的，或者说你如果放在其他的 MP 身高的玩具线里边，这款拖斗的个头也是非常突出的。所以最终也是得看它全部出完以后的合体效果。那么你觉得这款拖斗做的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。这期我们就玩到这儿吧。